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考德威尔·艾塞斯廷所著的《让血管复苏的饮食》这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世界一流的心脏病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膳食医疗顾问。他在书中介绍了许多名人，包括曾患重度心脏病的克林顿，都在实践的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植物性饮食法，遵循本书的这种饮食疗法，不仅可以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还能改善糖尿病、关节炎等生活习惯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等问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部分：第一，每年导致超过30万日本人死亡的可怕疾病；第二，心肌梗塞发生的真正原因；第三，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植物性饮食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每年导致超过30万日本人死亡的可怕疾病来开始解释。心脏病和中风在日本是仅次于癌症的第2大和第3大的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30万人因这些疾病而去世。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心血管受到损害而引起的。尽管每年有超过30万人死于这些疾病，但对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改善并未得到大家的关注。心脏病和中风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其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和脂质异常，即使可以通过药物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多数人仍可能在某天突然发作，最终导致死亡。在美国，约有1/2的国民死于心脏病，而1/4的心脏病患者的第一次发作就会导致死亡。这种突如其来的猝死非常普遍。据说，这种心脏病发作中有90%是无法通过检查发现的。然而，作者称，心脏病和中风不仅可以预防，若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甚至还可以恢复。而这种正确的治疗指的就是饮食习惯，只需改正那些对心血管造成损害的饮食习惯即可。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最正确的治疗手段绝对不是手术，许多医生对此会有所误解。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医学界在疾病治疗上越来越倾向于机械性的治疗手段，而手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手术这种方式有着重大的缺陷。手术不仅花费巨大，而且还伴随着疼痛，有时还会引发身体的各种并发症或者影响外观。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手术的治疗效果只是暂时的对症治疗而已。本书介绍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尽管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每年在美国进行的血管成形术和搭桥手术却占了全世界总数的50%以上。其原因之一，据说是受到了电视剧的影响。在各种电视剧中，关于心脏病手术的题材显得既浪漫又富有戏剧化，因此心脏外科医生被视为医生中的明星。这也成为美国进行如此多心脏病手术的动力。然而，现实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的那样美好。许多心脏移植患者在手术后几周内就去世了，而且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不得不依靠生命维持设备，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尽管这些效果甚微的手术仍在医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这种趋势却开始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控制血压、戒烟、降低胆固醇、运动和改善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整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经过长达10年的心血管研究发现，所有65岁以上过着传统的西方生活方式的男性都患有心脏病。这一结论真的很让人震惊。我们亚洲人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的饮食习惯已经高度西方化。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心脏病专家进行了一项研究，将接受血管成形术的患者与使用降胆固醇药物的患者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与接受手术的患者相比，使用降胆固醇药物的患者发生心脏病的几率更低。这意味着通过低风险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比高风险的手术更为有效。这一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心脏病医生们的极大困扰，因为许多心脏病医生每年通过手术能赚取几十万美元，
尤其是受欢迎的心脏外科医生，每年赚取上百万美元的情况也不罕见。不仅仅是医生，他们所在的医院也会获取很大的收益。尽管多年来心脏病手术的效果十分有限，但医疗界仍然无视这一事实。作者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声称，他对医疗界的现状感到十分羞愧。医生不应逃避心脏病手术不如降低胆固醇更有效的这一事实，更应该以患者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改善饮食习惯才是取代手术的最佳心脏病治疗方式。在看到作者制定的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后，大多数心脏科医生都承认它能够阻止冠状动脉疾病的进展。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的患者不太可能遵循这种激进式的饮食习惯转变。但作者认为，与通过金属支架扩张并固定心脏血管的激进手术相比，放弃西方固有的饮食习惯，采用健康的饮食习惯显然对身体更加温和。他所制定的饮食习惯并不是那么激进，对于没有采用西方饮食习惯的占世界75%的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标准食物。这种饮食疗法在心脏病预防方面的有效性，可以从这些不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人群几乎没有心脏病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此外，手术还存在着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如引起新的心脏病发作、中风、感染和认知能力下降等。但改善饮食习惯则没有这些风险，手术只是暂时的对症治疗，而改善饮食习惯则是对心血管的根本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会越来越显著。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心肌梗塞发生的真正原因。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与进行手术相比，改善饮食习惯对于治疗心血管疾病更为重要。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心脏病的发生原因。在理解到心脏病的发生原因后，我们就能从理论上理解接下来介绍的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为何会如此有效。引起心脏病的最主要原因是胆固醇水平。许多人在体检时可能被告知胆固醇水平偏高，但能解释出为何胆固醇如此重要的人并不多。胆固醇是一类重要的脂质类分子，是覆盖我们体内所有细胞的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同时也是性激素的原料。我们的身体能够自行合成胆固醇，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通过饮食来摄取胆固醇。然而，我们通常通过牛肉、猪肉、鸡肉、鱼类、乳制品和鸡蛋等各种动物性食品来摄取大量的胆固醇，这会导致人体内的胆固醇过多。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利用脂肪来合成胆固醇，因此摄入动物性食品中的脂肪会进一步增加体内胆固醇的合成。即使是素食主义者，如果摄入过量的油、黄油、奶酪、牛奶和冰淇淋等食品，也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胆固醇可以分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两种。HDL 胆固醇能将人体内过多的胆固醇运送到肝脏，在肝脏中进行分解，从而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因此，我们无需担心 HDL 胆固醇的水平。问题在于 LDL 胆固醇。如果 LDL 胆固醇水平过高，这些胆固醇会在人体的动脉壁上堆积，形成斑块。这些斑块会使我们的血管变窄，最终完全堵塞血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为心脏供血的血管中时，就会导致心肌梗塞；如果发生在大脑的血管中，就会导致中风。让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血管、淋巴管以及心脏内部的内膜被称为内皮。健康的动脉强壮且富有弹性，其内膜会光滑无阻，血液可以在其中自由流动。然而，当血液中的脂肪水平升高时，血管内部会发生如下变化：首先，内皮、白细胞和引起血液凝固的血小板会逐渐变得粘稠，白细胞会粘附在内皮上，最终进入内皮内部。进入内皮内部的白细胞会吞噬由于高脂肪饮食增加的 LDL 胆固醇，并尝试分解它们。结果，白细胞会被吞入的 LDL 胆固醇所填满，
最终在内皮内部形成脂质的斑块。这种斑块是产生动脉硬化的主要原因，被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的增大，人体的动脉会逐渐变窄，最终直至完全阻塞动脉。严重狭窄的动脉无法向心脏供血，这会导致胸痛和心绞痛。然而，这还不足以引起心肌梗塞。实际上，引起心肌梗塞的并不是这些大而老的斑块，大多数心肌梗塞是由于新形成且小的脂质斑块的破裂，导致心脏动脉内的出血而引起的。当斑块形成时，会出现一层像蜘蛛网一样薄的纤维膜。新形成的斑块在一段时间内会被这层膜所保护，不会被患者或医学检查所察觉。然而，在此期间内，心肌梗塞的过程仍在继续。吞噬 LDL 胆固醇的白细胞会释放出化学物质，逐渐破坏新形成斑块的纤维膜，让蜘蛛网厚度的纤维膜变得越来越薄。最终会因为血流的刺激，脆弱的斑块纤维膜会破裂。当斑块纤维膜破裂时，斑块内部的脓液会释放到血管中去。然而，这不仅仅是问题的全部。斑块纤维膜破裂后，人体的自然愈合能力会尝试修复它。这时，负责血液凝固的物质血小板会被激活，血小板会凝固破裂的斑块，这样形成的血栓会自我增殖，并与斑块破裂释放的脓液相结合，在几分钟内就会堵塞整个动脉。当供养心脏的动脉被堵塞，血流停止时，就会导致心肌的死亡。这正是心肌梗塞的本质。即使幸运地挺过一次发作，死去的心肌也会留下伤痕，这会削弱心脏的功能。这种状态被称为充血性心力衰竭。此外，如果类似的斑块形成过程发生在心脏以外的血管中，同样会非常危险。更有甚者，斑块的一片可能脱落，并被血流带到远离发生源的血管，从而在那里导致发生堵塞。以上我已经详细解释了心肌梗塞的发生机制。或许这个过程很复杂，但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事实：心肌梗塞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过量摄入 LDL 胆固醇。换句话说，如果要想预防心肌梗塞，只需降低 LDL 胆固醇水平即可。接下来是第3部分：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植物性饮食法。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者就与妻子开始采取植物性饮食法。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临床医学研究。他找来一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让他们开始植物性饮食法，并服用一定量的降胆固醇药物。1999年8月1日，埃塞斯廷医生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该研究认为，坚持植物性饮食方式的患者，其血脂水平降低，心脏病发生率明显减少，从49人次发病率到0发病率，主要靠的就是这种植物性饮食法。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解一下本书的核心内容。具体的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植物性饮食法。首先，让我列举一下在这个饮食疗法中不能吃的食物。1. 有脸和母亲的东西，这包括猪、牛、羊、鸡等所有肉类，还有鱼类。尽管鱼类富含对内皮细胞健康至关重要的精氨酸和 Omega-3 脂肪酸，但作者声称，这些营养素可以从其他更健康的食物中获取。2. 乳制品，如黄油、奶酪、奶油、冰淇淋、酸奶和牛奶等。3. 油类，包括橄榄油、菜籽油、亚麻籽油、椰子油等所有油类。尽管这与当前许多推荐对身体有益油的建议相矛盾，但作者认为油类的营养价值极低，不含有植物纤维和矿物质，所有卡路里均来自于脂肪，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会损害我们动脉的内皮细胞。4. 精制谷物，如意大利面、面包、饼干、曲奇和蛋糕等。与全谷物不同，这些精制谷物大部分的营养，包括食物纤维在内，都被去除了，所以不仅限于白米，强化小麦粉制品和米粉制品等也应该避免食用。5. 坚果类，这可能令人有些意外，
对于非心脏病患者，适量食用核桃是被认为对身体是十分有益的，因为核桃富含 Omega-3脂肪酸。然而，心脏病患者则应该避免所有坚果类食物。尽管最近的研究声称坚果对胆固醇有益，但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多是由坚果生产商所进行赞助的，并在短期内进行的研究，因此可信度不高。以上是本书中列出的不应该食用的食物清单。作者声称，如果摄入以上这些食物的话，您的血管可能会受到损伤，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在看到不能吃的食物的大量列表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些不安，但请放心，实际上本书推荐的食物比不能吃的食物要多得多。接下来让我列举一下在这个饮食疗法中推荐食用的食物。一、蔬菜，包括红薯、山药、土豆等根茎类；小白菜、菠菜、春菊、羽衣甘蓝、白菜、青菜、生菜、香菜、紫苏、西兰花、卷心菜、花菜、牛蒡、莲藕、蘑菇等几乎所有的蔬菜都可以食用。但是心脏病患者需要注意，唯独鳄梨是个例外，因为鳄梨的脂肪含量非常高。二、豆类，包括各种彩色的干豆类、青豆等。三、全谷物，包括玄米、黑米、全麦、全麦燕麦、大麦、荞麦、玉米、小米等。谷物的种类繁多，不要吃含砂糖和油的食品。四、水果，每天最多可以吃3个，可以食用所有种类的水果。但是即使是标有100%的果汁，也不应该喝，果汁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血糖升高会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刺激肝脏，增加胆固醇的合成，并提高中性脂肪的水平。五、饮品，水、燕麦奶、无脂豆浆、咖啡、茶等。以上就是本书中心血管疾病预防饮食疗法的全部内容。本书提出的目标是将 LDL 胆固醇控制在80毫克每分升以下。然而，各国研究机构关于胆固醇的目标值在不断变化。美国心脏协会、全美胆固醇教育计划等研究机构建议，胆固醇的目标值应该保持在200毫克每分升以下，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将胆固醇控制在200以下能够有效预防心脏病。反而有统计数据显示，每4位患心脏病的人中就有1位胆固醇在180到210之间。因此可以说，研究机构推荐的200以下这一胆固醇的数值是毫无意义的。对许多人来说，完全实践本书提出的植物性饮食法可能会有些困难。然而，如果您真的希望预防或治疗心脏病或中风，遵循本书的建议是值得尝试的。但在最后，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作者采取的植物性饮食结构可能是有些偏激。作为心血管健康的人，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角度，可以适当放宽要求；而作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人，则应该尽量严格按照要求来进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